11点55到伊斯坦布尔的，应该准时的。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要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有点土耳其了。前两天来的时候，因为是早晨5点到，所以没什么人。今天好多人啊，特别多人。他们说，如果你在机场打车的话，往往都会被宰，而且价格会非常贵。然后另外就是在机场换汇也是会亏很多，所以先还是坐地铁吧。土耳其今年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是全球最典型也最剧烈的案例之一。2022年最高通货膨胀达到了约85%，目前仍然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这也导致当地的物价短短几年之间就出现了惊人的上涨。多年前来的时候，一杯土耳其红茶大概1里拉，折合人民币3元，而现在要50里拉，甚至更多。下了地铁继续转公车。很多人开玩笑说，做旅行攻略的速度已经完全赶不上当地物价飞涨的速度。机场大巴，你之前看别人的分享是250里拉，自己查地图时发现是275里拉，而过2天到现场坐车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是315里拉了。伊斯坦布尔地标性的索菲亚大教堂几年前是约10欧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5欧元，加上博物馆要50欧元。顺便说一句啊，多年前来的时候是免费进的。游客区的土耳其烤肉甚至要卖到18欧元一份，物价已经完全赶超欧美了。今天老宋就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视角，以24小时的时间来亲身体验一下土耳其的当前真实物价情况。今天订的这个酒店是在老城区这边，不过离这个地方还有点距离，1公里吧，还得走个15分钟左右。房间还行吧，不算大，就一般的这种双装房。然后这边是电视机，有一个茶几，然后他们有这个送的几个甜品，土耳其的点心。这里是浴室，浴室还挺大的，也挺干净的。本来想说有点晚了，不想出门了，直接在房间里面点一个餐吧。结果一看，一个可乐要卖8欧啊，这比欧洲还贵啊！一个汉堡12欧，这价格真的是有点过于贵了，我觉得。酒店附近有特别大的一片吃饭的地方，很多餐厅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一份烤鸡翅加薯条是350里拉，我一吃猫就来了。现在是土耳其当地时间9点半，天气非常的差，阴沉沉的一片。酒店旁边就是 Costa 的咖啡店，然后来这吃个早餐。咖啡差不多180-200块里拉。点了一杯拿铁，然后呢一个可颂面包加饼干，一共是410里拉。查了一下，体感温度差不多10度左右，突然间一下子就回到冬天了。老城区就是这种狭窄的街道，旁边挤满了各种店，还有穿城而过的电车。
前面就是索菲亚大教堂了。这座就是著名的索菲亚大教堂，现在应该在整修吧。当时建成的时候，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因为它真的是历史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它见证了土耳其从罗马帝国时代到拜占庭帝国，然后奥斯曼帝国，最终到现代土耳其的整个的历史的发展，它都在。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话，这个叫蓝色清真寺，然后它正式的名字叫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然后也叫蓝色清真寺，所以这一区的话，大家一般都会通常到这2个景点看一下。然后参观这个大教堂的话呢，它在这边排队买票，入场费是25欧，买好票了，1300里拉，25欧元，这个价格真的贵啊！我觉得欧洲很多的景点，什么教堂之类的，也就3欧5欧左右的，这一下25欧，好像还只能参观2楼。进这个地方，所有的女性必须包头，不能露出头发。参观只能到2楼，1楼是不能去的。现在里面因为在维修，所以看出去的景色不是特别好，很多都挡住了，感觉这25欧啊花的有点不是特别值，建议大家还是等它修好再来吧。对面这里就是蓝色清真寺。以为我给他吃的。这里有一个地下水宫殿，就在索菲亚教堂的附近，这可以参观的，但是排队的人特别多啊，很长的队伍。第2个门票1950里拉，然后刚算了一下，应该38欧了，38欧元了。还真的是挺贵的。海鸥也来抢那个猫粮吃，别人放的猫粮。土耳其怎么这么冷啊？现在已经都3月中旬了，感觉跟东京的冬天一样，真的非常冷。这地方也是大家通常都会来逛一下的，不过据说里面的价格会比较贵一些，很多人都是来看一看，具体买的话不在这些地方买。这感觉有点像那个日本的商店街，上面是一种穹顶型的，带顶棚的，然后两边有很多的店。主要还是卖珠宝的会更多一些，可能这个区域吧，要不就是土耳其的这些甜品、点心、香料之类的，很大一片，有不同的这个岔路。要不就在汉堡王吃一个算了。汉堡套餐的价格一个差不多7
鸡肉堡是300里拉，牛肉的话400多、500多都有。275里拉，鸡肉汉堡加薯条加可乐，人民币差不多50块吧。所以在土耳其如果要吃经济的午餐的话，还是连锁的这些快餐比较实惠。这个鸡肉汉堡味道还不错啊，这个还挺意外的，比在西班牙吃的那个汉堡好吃多了。过桥之后，然后再往东走的话，就慢慢到他们的新城区的地方。伊斯坦布尔也是各个区域都有很多的这种坡，所以有时候上上下下的还挺辛苦的。离电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加拉达石塔，这门票也不便宜啊。加拉达塔的话30欧啊，现在土耳其就完全已经都是用欧元标价了，都不写他们自己的这个货币了。30欧真的不便宜，而且主要今天是天气不太好，所以就不上了，不爬了，省点钱。真的是有点贵，排队上塔的人也是围了一整圈，特别多人。土耳其真的是现在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旅行地，因为它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很多人都会到这来转机，然后顺便游玩一下。另外，它作为世俗的伊斯兰国家，文化对于亚洲或者是欧洲人来说，其实还都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主要是土耳其本身也很大，所以他们国内的游客应该也很多。既然都到土耳其了，到伊斯坦布尔了，来都来了，所以下午预约了一个土耳其浴的体验。之前来过土耳其，但是真没体验过，应该就是这一家，据说还不错。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环境还是不错的，很漂亮。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土耳其浴，整个过程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更衣室脱光衣服，围上店里提供的浴巾，由工作人员带进洗浴区，先给你全身泼几瓢温水，简单清洗一下。接下来这个环节还挺舒服的，会让你平躺在加热的大理石台上，让身体充分受热，彻底放松。大概10分钟左右之后，搓澡师会带你去搓澡区。不过这里不是常见的平躺，而是背靠墙壁，坐在一个小台子上。先用水彻底清洗身体，然后搓澡时会用专用的手套进行去角质的清洁。搓完之后会用工具打出大量的泡沫，真的是极其大量的泡沫，覆盖全身，并进行简单的按摩。全程会打2次泡沫，最后再用清水彻底冲干净。整个过程下半身都会围着浴巾，结束后工作人员会撤掉湿浴巾，然后帮你擦干，用3条干浴巾分别包裹住你的下半身、上半身和头发，再把你送进休息区。洗浴的流程下来大概30-40分钟，休息区倒是看起来没规定时间，不过没去过别家，所以不确定这是不是标准的土耳其浴。但就这家店来说，大厅的环境很好，工作人员也很客气，不过洗浴的过程说实话感觉比较敷衍。考虑到这个价格，性价比确实不高，所以我个人不是很推荐。3550里拉，然后呢是70欧元吧。伊斯坦布尔的猫，这条应该就是伊斯坦布尔他们市内最著名或者最繁华的一条街了，独立大街。应该是游客最多的一条街，两边有很多的这种专卖店、餐厅。这个城市的猫是被善待的。看到独立大街，跟大家讲一个过去的糗事儿。多年前来的时候，也是傍晚时分，一个人在大街上走，有2个人过来搭讪，英语流利，还会说一些中文，说自己是塞浦路斯人，也是来旅游的。因为大家聊得还挺投机，邀请我去旁边一家不错的茶馆喝茶。那时候天天住青旅，所以跟刚认识的人一起吃个饭或者一起逛街都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就同意了。
一进去发现哪里是茶馆，明显就是个酒吧。我倒是只觉得有点奇怪，没起疑心，结果刚一坐下，旁边就坐过来2个姑娘，上了一些零食，来了几杯土耳其红茶，大概也就过了10分钟吧，服务员就来收钱了，说需要先付一下钱。我一看账单，2000美金，这一刻我才知道肯定是受骗了。结果带我来的那2个自称塞浦路斯的人很淡定地掏出钱包，一边数钱一边跟我说，我们 AA 好了，你付你那一份就行了。厉害！我出门的时候倒是长了个心眼，现金就带了100里拉，卡倒是有，好像还有100人民币。我拿出钱包说就这点钱，多了真没有，我全都给你。这时候经理出场了，说你今天不付钱肯定是走不了的。我说我真没钱，而且我就喝了1杯茶而已。经理拿过去我的钱包，把里面的100里拉拿走，人民币倒是没拿，然后叫了旁边一个壮汉，说跟着他去取钱。我想说先从店里出来再说，跟着壮汉出了店，因为外面就是繁华大街，所以我就壮了壮胆，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说我要报警。壮汉说你不付钱还报警，我才要报警呢。我说那你报啊，你快报。我倒是希望他报警，因为我手机根本没拨号，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报警电话是多少。跟壮汉言语拉扯间，我看到旁边大路上3层楼高的 Zara 专卖店，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想说这么多人，店里应该不会乱来，也没管壮汉有没有跟上来，我就赶紧上楼往人多的地方挤。估计在店里逛了大概30几分钟，看了看好像没什么别的情况，就赶紧走了，一路提心吊胆的回到青旅。之后才听说这样的骗术在独立大街已经由来已久了，上当的人还不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大家碰到了，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然后独立大街走到头就是他们的马克西姆广场，这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这个区域就算是他们的新城。土耳其因为他们不能喝酒，所以晚上最火爆的就是这些咖啡馆，大家都聚在一起喝咖啡、喝茶，然后吃一些甜点。所以其实还挺惊讶，他们喝这么多咖啡，晚上能不能睡着？就不像其他国家都晚上大家就聚在那儿喝酒，一杯一杯的啤酒，他们都是喝茶。昨天就看到这家排队的甜品店，感觉应该是不错。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自己拼的，想要什么自己拼的，很多人买。想说既然来了就买一点吧。Yeah, small size. Which one do you want? OK. 这么一小盒764里拉，人民币113啊，真的是不便宜啊。Oh, ok. 感觉这一餐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很多当地人也吃的。一个是鸡肉，看起来它是新做出来的，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热。面包，然后应该是个甜品吧，我看很多人都买这个，我想说尝一尝。然后一瓶水，一共是244里拉，我觉得算便宜的了。昨天吃的那个要光烤鸡翅就要320了，这个还是可能比较适合当地人的这个物价的一家店。以今天这一份鸡肉饭的价格来看，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店里的主要消费者也都是当地的居民。而反观机场，很多朋友反映一份麦当劳要200多人民币，一杯咖啡100人民币。很多人直呼全球宰客最凶的机场就是伊斯坦布尔机场。所以整体来看，门票和交通以及以游客为目标的餐饮涨价比较厉害。不过日常消费以及远离游客的当地餐饮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接受的水平。毕竟当地平均工资也只有约700欧，大城市可能略高。
如果物价太高，那当地人应该就没办法生活了。这一次24小时不算住宿，饮食共花费2120里拉，约42欧元；交通共花费500里拉，约10欧元；门票共花费3250里拉，约64欧元；一次土耳其浴3550里拉，约70欧元。24小时一共花费186欧元，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消费水平是偏高还是可以接受呢？不是特别的甜，带一点点酸味。对于短期旅游，景点门票可能很难避免，不过其他饮食方面可以尽量找寻以当地人为主要客源的店铺，整体花费应该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土耳其浴就算了，性价比很低。这次旅行从东京出发，首先前往马尼拉，停留后经由土耳其到法国的波尔多，游览完波尔多后前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接着一路向南到瓦伦西亚，最后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停留2天后飞回东京。感谢大家一路的观看和支持，祝你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